你有沒有試過整理房間啊？一開始只是想整理桌子，結果打開抽屜，發現5年前的發票、壞掉的耳機、沒有水的筆，看不懂為什麼留下來的東西。最後，你坐在地上，陷入人生思考：我到底為什麼會累積這麼多垃圾？其實，人生也是一樣，我們的心裡也會堆東西。一句別人傷害你的話，一次失敗的經歷，一段沒有放下的關係，一些自己都不想承認的驕傲、嫉妒、怨恨，外表看起來正常，裡面卻像一間堆滿雜物的房間啊。問題是，人可以整理房間，但是誰能整理人的心呢？以西結書36章16到31節，就是神對一群外面破敗、裡面混亂的人說出的更新宣告。當時以色列因為犯罪離開神，被巴比倫擄走，他們失去土地，城市被毀，甚至神的名也被外邦人嘲笑。別人看到的是這個民族完了，可是神看到的是我要重新開始。神說他們到了列國，在那裡使我的聖名被褻瀆。意思是什麼？以色列本來應該代表神，結果他們的生活卻讓人看不見神。這就像一個品牌代言人，如果代言人每天做跟品牌理念完全相反的事，大家第一個反應不是怪代言人，而是說這個品牌怎麼回事啊？神的百姓也是如此，他們的生命影響別人怎麼看。這也提醒我們，很多人說我信耶穌，但是我的生活跟信仰沒有關係。可是別人認識基督，很多時候不是先看你的聖經知識，而是看你的生命。你在公司被罵時怎麼反應？家人惹你生氣時怎麼說話？遇到利益衝突時怎麼選擇？因為生命就是一本別人正在閱讀的聖經。神沒有停在責備，他接着說：我必使我的名被尊為聖。注意，神恢復以色列不只是為了讓他們舒服，更是為了讓世人重新認識神。這是一個很大的轉折。我們常以為神改變我們是因為我們過得不好，但是神改變我們更深的原因是他要讓我們重新成為他的見證。就像一台壞掉的手機，送去維修，不只是讓它外表漂亮，而是恢復它原本的功能。神更新生命也是如此，不是只讓你感覺比較好，而是讓你重新活出他設計你的樣子。神說出以西結書36章最重要的應許：我必用清水灑在你們身上，你們就潔淨了。這裡不是普通洗澡哦，而是象徵神除去人的污穢。各位有沒有發現，我們很會清理外面，每天洗臉、換衣服、整理頭髮，手機擦得比自己的心還乾淨。但內心呢？有些人10年前被一句話傷害，到現在還保存完整，像手機備份一樣，天天自動同步。神說，我要幫你清理。神又說，我也要賜給你們一個新心，將心靈放在你們裡面。這是整段經文最大的盼望。神不是說你努力一點把舊心修好，因為有些東西不是修理，是需要更新。一台用了10年的電腦跑不動新的程式，你一直按鍵盤它還是卡。最有效的方法不是一直逼它努力，而是更新系統。人的生命也是如此，很多人一直想靠意志力改变自己。我要不要再忍耐一點？我要不要更努力啊？可是很多問題不只是行為問題，而是生命裡面的問題。神不是只改你的表現，他要改你的裡面。然後呢，神說，我必從你們的肉體中除掉實心，
賜給你們肉心。什麼叫實心啊？就是感覺不到，別人的痛苦看不見，神的提醒聽不進去，只想保護自己。現代人很容易變成實心，被傷害太多次就說我不要相信任何人，失敗太多次就說我不要再期待。可是問題是，石頭雖然不痛，也感受不到愛呀。神要給我們一顆肉心，不是讓我們變軟弱，而是恢復感受愛，給出愛的能力。最後神說，你們必住在我所賜給你們列祖之地，你們要做我的子民，我要做你們的神。神恢復的不只是環境，他恢復的是關係。人生最大的幸福，不只是擁有多少，而是知道我屬於誰。今天也許你的生命有很多混亂，很多過去，很多需要清理的地方，但是以西結書告訴我們，神不是來嘲笑你的垃圾，他是來整理你的生命。他不是看你的破碎決定你的價值，他是看他能把你更新成什麼樣子。所以不要一直說我就是這樣，改不了。因為神專門做一件人做不到的事，把舊生命變成新生命。金句，神不是修補一個破碎的你，他是在更新一個全新的你。他清除過去的污穢，賜下新的心，使你的生命重新反映他的榮耀。